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《我是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。在民间奇书铁板图中描绘了一只白羽之鸟血溅峭壁坠落山崖的场景。这白鸟指的是谁呢？而推背图的第46象中的宋这样写道：有一军人身带弓，只言我是白头翁。这白头翁指的又是谁呢？在民国基文《武侯百年记》中也有这么一句话：关中仗剑除奸佞，白头变作赤头人。这白头怎么变成赤头人了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些古代的寓言，看看它会不会在政变暗杀的寓言中血溅宫廷，成为最后一代，它还有得救吗？相传清朝的一位秀才家里藏有一本天书，名为《铁板图》。这本不知年代不知作者的寓言书预言了各个朝代最后的命运。书里的每张图的预言就像铁板钉钉一样的已成定局，不能改变，所以叫做铁板图。历朝历代都把它列为禁书，所以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。最后就传到了中国某个县城的一个文化人手里。以前他是不敢拿出来的，后来呢，因为某种机缘巧合，他觉得是时候应该把它拿出来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书中的最后一张图。画面非常简单，在两座山峰中间的山坳上空，先后飞过去4只黑颜色的鸟，最后一只白颜色的鸟摔死在右边山峰的半山腰，血溅峭壁，正向山下坠落。图画的下边写着一行字：白羽毛鸟撞死在山这边。有学者表示，这是预言了中共的大结局。其中的白羽之鸟即是亡党之君，中共要亡在一个被誉为白羽毛鸟的头头手里。这个头头最后为了中共而殉葬，因为要保党而下场凄惨。那么这白羽毛鸟究竟是谁呢？白鸟羽白，白字上边一个羽，那不就是习，正体字的习嘛。4只黑鸟加上1只白鸟，正好代表了中共的5代党魁。4只黑鸟毛蹬江湖飞过去了，偏偏白鸟摔死了。死活不立接班人的习近平，难道真的是最后一代吗？还有人解读说，那只白鸟不是摔死的，其实是被弓箭射死掉下来的。说到弓箭这就和推背图里的预言连上了。唐代李淳风和袁天罡共同写下了千古奇书推背图。习近平的命运可能体现在其中第46象的颂之中。第46象的颂曰：有一军人身带弓，只言我是白头翁。东边门里伏金箭，有事后门入地宫。有一军人身带弓，这说得很形象一个军人身上还带着弓，只言我是白头翁。白头翁拆开来就是弓与白，就是习公习近平。东边门里伏金箭，有事后门入地宫。这2句说的是有刺客有勇士从后门闯入皇宫里，发动宫廷政变，要抓捕白头翁。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重点，弓箭。有人拿着弓箭要射白头翁。有内部消息流出，习近平最近把火箭军的高层给团灭了，可能与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。他是害怕拿着箭带着弓的火箭军，担心发动兵变的人可能是个军方出身的军头。弓箭和火箭都是箭，关系密切。弓箭是中国古代的远程射击武器，而现代的远程打击武器就是导弹，正是火箭军所掌握的武器。
据说呀，当年林彪飞机失事的时候，可能就是火箭导弹给打下来的。那么习近平本人有可能看到这些预言吗？或者他相不相信这些预言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维基解密曾经有文件透露，习近平相信佛家的气功和超自然力量，包括古代预言。2015年，习近平和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会面，人民日报就报道称，迎来了双语四角的洗马会。其实双语四角的说法就来自于推背图的第44象。这个双语毫无疑问的就是指的习近平了。那四角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马英九那个正体的马字。说实话呀，你别看中共的领导人成天让老百姓批判什么封建迷信，其实他们自己才是最迷信的人呢。习近平最崇拜的毛泽东把自己的随身警卫团称为8341部队，也是受了高人的指点。这个数字前后拆开，正好对应了毛泽东活了83岁，执政了41年的命运。这样的例子呀还有很多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预言。1933年，香港《工商日报》发表了一篇《武侯百年鸡》，又名《孔明下降之鸡语》。当日的鸡先自称为诸葛孔明，也就是说，这篇文章写的是诸葛孔明留给后人的预言。其中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宫门拔剑除奸佞，白头变作赤头人。这是不是也预言了有宫廷政变呢？这里同样出现了白头人，最终还变成了赤头人，是不是意味着白头翁被砍了头，被清算了呢？这一点跟刚才讲过的推背图的第46象算是遥相呼应了。而且白头变作赤头人，又和铁板图中白羽毛鸟血溅峭壁的画面对应上了。我们刚才讲的3个预言其实说的是一件事，都是对应着今天的习近平，结局还都是一样的惨。习近平本人近期也是明显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机会，缺席重要会议，减少国际旅行。他突然开始隐身，除了身体原因之外，难道是为了躲刺客吗？有没有害怕暗杀和中南海政变的因素呢？据说啊，习近平怕死，身边一直有高人指点，做了很多的防范措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曾经有一个民间的高人也说过4个字：蛇始蛇终，这也是中共的天命。毛泽东是属蛇的，习近平也是属蛇的，就是中共的政权是从毛泽东开始的，然后在习近平的手里结束，就是蛇始蛇终。如果习近平想要躲过注定被暗杀或者政变的命运，他还有路可走吗？这个呀，恐怕还得从古代预言中去寻找破解之法。推背图的第53象就给他指了一条路，只是看他自己如何选择了。53象的谶语写着：关中天子礼贤下士，顺天修命，半老有子。宋写着：一个孝子自西来，手握干纲天下安，狱中2件惊奇美，前人不及后人才。这项预言是符合习近平的一些特征的。半老有子是个字谜，是指孝的意思。一个孝子来自西边，习近平出身陕西，就是古代的关中地区。顺天修命应该是意指顺天意而行，休掉与神佛作对的共产党的命，宣布解散中共，把中国还给人民，开创自由民主的中国，那他才能赢得民心，才会成为真正的关中天子，手握干纲天下安。如果他为一己私利，继续维护中共背叛神佛，那么他的使命将会由其他的人来完成。那个时候会有新的真命天子出现，那习近平就会跟着中共一起被解体，他就会变成前人不及后人才中的那个前人了。而现在看起来呀，习近平走的是后面那条惨烈的路，把自己跟中共
绑在一起了，拼命的保党，拼命的加速，搞得天下大乱，民怨沸腾，最后与中共一起走向终结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刘伯温的预言，从金陵塔碑文中再找一找答案。金陵塔碑文相传为明初刘伯温所作。民国7年，在南京古时叫金陵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个碑文。碑文最主要的4个部分分别是中共夺权时期、中共统治时期、后中共时期乃至大灾难及圣人救世。关于习近平的结局，金陵塔碑文中有这样一句预言：马不点头石沉底，红花开尽白花开。一种解释是，马不点头中的马是指马列，死了当然不会点头了。石沉底，在一些方言中，石音读作习，习沉底下去了。这句是讲习近平抱着死去的马列不放，会把自己拖带下去。另一种解释是，红花共产党的花，白花很可能是习近平，共产党将亡在习近平任上，他是亡党之君。事情发生在马年，也许是2026年，中共下台。到了2026年和2027年，也将迎来赤马红羊节。历史上每逢此时，中原必有浩劫，天下难得太平。2026年和2027年，到时候赤马红羊节会不会再次重演？中国是不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？人们常说人生如梦，人生如戏，历史又何尝不是一场预先安排好的大戏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，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角色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谁是导演，但导演肯定不是我们自己。即便是最骄傲自大的人物，也终究会意识到人是多么的渺小，所以人一定要谦卑为善，要顺天意而行。然而中共一贯的行事方式都是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，显示自己多么的伟大。可是历史上再伟大的王朝也有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何况中共呢？作为党魁，习近平现已成为总加速师，他或许以为利用中共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。不过从这些预言中看，在历史的安排中，中共的终结者很可能恰恰是他自己。习近平是否能读懂天机？中国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呢？善恶一念决生死，进退瞬间分天地。是名垂千古，还是毁于一旦？既然历史还没有走到那一步，或许习近平还是有机会的。不过这对他来说也并不容易。历史是最好的老师，习近平是否能从历史和预言中得到启发，为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做出最好的选择呢？观众朋友，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我是雪莉，感谢您观看文史大观园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